做女人要三從四德：幼時從父，出嫁從夫，老來從子。雞啼咁早就要起身破柴煮飯，煮好餐飯仲唔可以坐埋飯台一齊食。讀書寫字嘅機會當然淨係得男人先有啦，因為女子無才便是德。我講緊嘅係以前男尊女卑嘅封建社會，女人係完全冇話事權。但畢竟女人都係人，當時嘅女人都有情感要同身邊嘅人分享，同阿媽、女性朋友訴下苦，講下老公同奶奶對佢哋有幾差。所以喺中國湖南省一個叫江永縣嘅地方，就出現咗世界上唯一嘅女性文字《女書》。女書係一種女性專用、傳女不傳男嘅文字，雖然都係中文，但同我哋平時睇開嘅中文字好唔同。由阿媽或者屋企嘅長輩教個女寫字，有好多識得寫女書嘅人，其實從來都冇返過學㗎。當時嘅女性雖然冇話事權，但從女書可以得到話語權。有咩秘密就用呢啲加密符號傳紙仔咁傳。就算你識得睇中文，我都包保你唔認得呢一個字。呢個係書法嘅書字，女書嘅寫法。其實女書得1000幾百個基本字，點解幾百個字就夠日常溝通呢？因為我哋平日用嘅中文好多係表意文字，即係日字好似個太陽咁啦，但你齋睇個日字係睇唔出佢嘅讀音嘅。表意文字從字體本身表達意思，女書係表音文字，100個字就代表100個音，而呢啲音就係發源地江永方言嘅音啦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，我哋習慣見到一種文字有好多方言，例如中文有廣東話、上海話、潮州話等等啦，但好少倒翻轉嘅。一種方言有2種文字，喺江永縣呢個地方就係一語兩文啦，就係男人寫嘅文字同埋女人寫嘅文字啦。女書嘅形狀係一個長嘅菱形，其實好似個多字，得4種筆畫：點、直、斜同埋弧，就冇我哋平時日常書寫嘅橫畫。字體秀麗娟細，而且好有裝飾性，所以女書除咗平時女性用嚟互通書信、寫喺紙線上面之外，都係體現婦女嘅生活方式上面。例如會將啲女書嘅字體繡喺手巾啊、鞋之類作為裝飾圖案啦。咁我曾經咧喺一間博物館見過一張被，個物主咧就喺張被度繡咗自己嘅秘密，話佢好掛住以前嘅情人，好討厭佢老公，而佢老公因為唔識得睇女書啦，咁張被冚咗30幾年都唔知上面寫咗呢啲嘢。到依家都冇人可以肯定女書係幾時開始出現，最早可以追溯嘅實物就係太平天國鑄造嘅錢幣，錢幣上面有女書天下婦女姊妹一家8個字，當時大概係1850年左右。有人覺得女書係漢代楷書之後已經形成，不過就有待考證啦。雖然女書主要係湖南、廣西一帶流行，但翻譯成唐詩宋詞嘅作品都唔少。可惜嘅係，因為好多用女書記載嘅都係啲日記啊、書信、傳記之類，比較私隱，女人之間講下婚姻家庭嘅秘密咁啦。所以通常物主過咗身嘅時候，呢啲女書嘅作品都會跟住燒咗或者陪葬。而文革時期，因為啲人怕紅衛兵抄家嘅時候發現佢哋嘅秘密，當時嘅人都幾乎燒晒呢啲用女書寫嘅文獻。最後一個女書嘅自然傳人喺90年代過咗身，依家識得寫同埋睇女書嘅都唔超過100個人。不過近年女書開始引起一啲學者嘅注意，有更加多關於女書嘅考究。
睇下幾時有冇發現更加多好似嗰張被咁有趣嘅物件啦。希望你哋中意呢一個書法嘅花邊新聞啦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啊！